谭松韵一天连宣2部新剧，现代检察官到古装大女主无缝切换，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剧宣特种兵。说真的，今年鹅厂片单发布会，我原本只是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点开直播，可没想到，真正让我舍不得退出直播的人，还是谭松韵。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不是因为他流量最大，也不是因为他的话题最多，而是因为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很奇怪的吸引力。他从来不会主动制造轰动，却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让所有人的目光慢慢集中到自己身上。等我完整看完整场发布会，再回头二刷官方放出的物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发布会最大的赢家，也许并不是哪一部剧，而是谭松韵本人。一天之内，2部新剧连续官宣，一部是现实主义检察题材《春和之上》，一部是古装女性成长剧《兰香如故》。2种题材，2种人物，2种完全不同的人物气质，甚至连造型、状态、气场都像换了一个人。前一秒，她还是《春和之上》里的季三妹，短发、黑色西装，利落干练，站在那里就带着一种职业女性特有的坚定与克制。下一秒，她已经换上一袭浅紫色长裙，重新站在兰香如故的舞台中央。没有现代都市女性的锋利，没有检察官的压迫感，而是多了一份古典、柔和，却依旧坚定的大女主气场。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她完成这一场切换，我甚至很难相信，这竟然发生在同一场发布会上。很多演员一年能够宣传一部作品，就已经足够忙碌，可谭松韵却像是在一天之内完成了2次角色转换。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网友直接给她贴上了一个新标签——剧宣特种兵。我觉得这个称呼一点都不过分。一场发布会，2种人生。很多人只是看到她换了2套衣服，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却是2套造型背后代表的2种职业人生。春和之上讲的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故事，这是近几年影视市场越来越重视的一类现实主义题材。相比甜宠剧，它没有大量撒糖；相比偶像剧，它更强调社会责任。对于演员来说，这类作品最大的难点，并不是哭戏，而是真实。观众会天然带着一种审视去观看，你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甚至一次停顿，都会决定观众是否相信你真的就是那个角色。因此，当谭松韵穿着黑色西装站到台上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其实不是漂亮，而是可信。这种可信，并不是因为衣服，而是她整个人进入角色后的状态。很多演员演职业剧，最大的毛病就是像在演，可谭松韵身上没有太多刻意设计的痕迹。她抱着麦穗道具，下意识整理了一下，动作很轻，却一下子把人物和作品联系起来。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可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演员，往往就是靠这些没人提醒的小动作，让角色一点一点活起来。演员是否尊重角色，其实观众看得出来。而季三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已经把角色放进了心里。为什么大家开始重新认识谭松韵？这些年，谭松韵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观众喜欢她，导演愿意找她，合作演员评价她很好。可每次谈到实力派的时候，却总有人下意识忽略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曾经太成功了。最好的我们的耿耿，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锦心似玉的罗十一娘，这些角色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家渐渐把她固定成了一个标签。童颜、甜妹、治愈系，久而久之，很多人甚至忘记
他其实已经演戏10多年了。一位演员最怕什么？不是没有代表作，而是代表作太成功，成功到观众不愿意接受你的改变。所以，当谭松韵开始挑战现实主义职业剧的时候，我其实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观众不会轻易买账。网络上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他真的能演检察官吗？他看起来太年轻了吧？会不会没有说服力？这些质疑，我一点都不意外。可真正让我觉得惊喜的是，仅仅一场发布会，风向竟然开始慢慢变化了。很多网友第一次没有讨论他可不可爱，而是在讨论他适不适合这个角色。这2个问题看似只差几个字，其实代表着观众评价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当大家开始讨论角色，而不是演员本人时，其实就是一种认可。这也是我觉得谭松韵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她终于慢慢摆脱了只能演甜妹的刻板印象。从兰香如故到春河之上，谭松韵真正突破的不是戏路，而是观众的认知。如果说春河之上让我看到的是谭松韵的职业感，那么兰香如故则让我重新认识了她对于古装角色的驾驭能力。很多网友看到她换上浅紫色长裙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一句话：这还是刚才那个季三妹吗？双引号。答案当然是，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加证明了演员塑造角色的重要性。我一直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并不是靠妆造完成角色，而是让角色反过来改变自己的气质。同样一张脸，不同的眼神，不同的站姿，不同的呼吸节奏，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而谭松韵在这场发布会上，恰恰完成了这样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转换。他没有刻意去强调自己的变化，也没有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去吸引镜头，而是通过最自然的状态，把现代职业女性与古装大女主之间的距离悄悄拉开。这种变化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越来越多导演愿意把重要角色交给谭松韵？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因为它越来越像一张白纸。这里的白纸并不是没有特点，而是不会被固定标签束缚。导演需要填的时候，他能填得毫不做作；导演需要成长的时候，他又能把角色的层次慢慢铺开。如今，当市场需要一个能够撑起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演员时，她又能够迅速进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这种适应能力，恰恰是很多演员最难做到的事情。番位争议再次出现，但真正值得讨论的，真的是名字排在前后吗？相比2部作品本身，这次发布会还有一个意外的话题不断发酵，那就是番位。不少网友发现春河之上的主演名单排序，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熟悉的方式排列，而是采用了近年来行业逐渐推行的名字笔画排序。一时间，评论区立刻热闹起来。有人认为这是行业越来越规范，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公平。还有粉丝开始认真研究几个主演名字的笔画数量。有人竖带自己画，有人算流自己画，还有人调侃谭字14画，这次是真的吃亏了。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讨论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有些哭笑不得，因为放在几年前，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谁压谁，谁是一番，谁是二番，谁抢了谁的名字位置，甚至一张海报都可能引发长达几个月的争议。而现在，越来越多剧组开始尝试统一规则。虽然新的规则依然会引起不同声音，但至少大家讨论的重点已经从谁抢番慢慢转向规则是否合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进步。规则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
他给所有演员提供了一个更加透明的标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番位从此就不重要了。毕竟，一部剧最终还是要靠角色、戏份以及演员表现来说话。如果作品足够优秀，观众真正记住的，从来都不是海报上名字排第几，而是谁把角色演活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经典角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真正能够留在观众记忆里的，从来不是番位，而是角色。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谭松韵可以完成转型？我认真翻看了不少网友的评论，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以前提到谭松韵，评论区几乎都是童颜女神、双引号、初恋脸、双引号、永远18岁、双引号。可是这一次，大家讨论最多的却变成了终于不像校园剧了，双引号，职业剧气质出来了，双引号，它真的适合现实主义题材，双引号。这种变化其实比任何热搜都更重要，因为演员最大的成功不是拥有多少流量，而是改变观众对自己的固有印象。很多演员都想转型，可真正成功的人并不多。原因就在于，观众往往会把演员和过去最经典的角色牢牢绑定，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而谭松韵这些年的选择，其实一直都很有意思。她没有突然彻底告别过去，也没有急着否定曾经成功的作品。相反，她是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舒适圈，从青春剧到家庭剧，从都市剧到古装剧，再到如今的现实主义职业剧，她没有一步登天，而是一步一步走。这样的转型虽然慢，却更加稳。所以，当很多人觉得她突然开始挑战职业剧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是她过去几年不断积累后的自然结果。任何演员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成长，观众看到的是今天，而真正的变化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子里。两部作品同时宣传，其实也是一次演员品牌价值的展示。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这场发布会背后的宣发策略。一位影视营销从业者曾经提到过，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一位演员能够同时拥有两部不同题材的重点作品，本身就是市场认可的重要体现。现代剧代表现实表达，古装剧代表市场热度。如果一位演员能够同时覆盖这两个赛道，那么他面对的观众群体将会更加广泛。从这次发布会来看，《春河之上》和《兰香如故》虽然风格截然不同，却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互补关系。喜欢现实主义题材的观众可以期待《季三妹》，喜欢古装成长故事的观众则把目光放在《兰香如故》。对于平台来说，两部作品互相带动讨论热度；对于演员来说，则进一步强化了他戏路宽、可塑性强的市场形象。不得不说，这种宣发安排确实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当谭松韵一天内完成两部作品的宣传后，剧宣特种兵这个称号几乎没有任何违和感。真正支撑谭松韵一路走到今天的，从来都不是童颜，而是她身上的那股韧劲。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谭松韵，我不会选择童颜，也不会选择甜妹，我更愿意用两个字：稳定。娱乐圈从来不缺一夜爆红的人，缺的是能够连续10几年保持作品输出，还能不断寻找突破的人。仔细回看谭松韵这些年的演艺轨迹，你会发现她几乎没有经历过那种一部戏爆红之后连续吃老本的阶段。相反，她一直在尝试新的角色，有成功的时候，也有争议的时候。可她没有因为一次质疑就退回舒适区，这一点我其实挺佩服。
很多演员面对争议，第一反应是回去继续拍最保险、最容易成功的作品。但谭松韵似乎不是这样，她更像是在不断告诉自己，如果一直重复昨天的成功，那么演员这个职业也就失去了成长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春和之上的出现，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转型，而是一次长期积累后的自然延伸。从甜宠到现实主义，它真正战胜的是市场给予它的标签。演员其实很容易被市场定义，演了一部校园剧，大家就觉得你只能演学生；演了一部偶像剧，别人就默认你只适合谈恋爱；演了一部古装剧，又会有人说你离不开古偶。这种标签有时候能够带来机会，可更多时候也会限制演员的发展空间。谭松韵这些年最大的挑战，恰恰就是如何撕掉这些标签。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真正成熟，并不是证明自己什么都会演，而是让观众慢慢忘记他过去最成功的角色。当大家提到他，不再只是想到耿耿、李尖尖，而是开始期待他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样的时候，他的转型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春和之上让大家看到他的职业感，兰香如故则证明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古装领域的优势。这种双线并行的发展方式，比彻底放弃某一种类型更加理性。毕竟，演员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创造更多值得被记住的人物。为什么说这次发布会最大的赢家其实是观众？很多人都在讨论谁赢了热搜，谁的话题最多，谁的数据最好。可我反而觉得，这次真正受益最大的其实是观众，因为观众终于看见了一位演员更多的可能性。现代剧、古装剧、现实主义、女性成长，不同类型同时出现，让大家不用再局限于一种印象去认识谭松韵。作为观众，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演员不断突破，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丰富的作品。如果所有演员都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那么影视行业迟早会陷入同质化，而愿意尝试新角色的人越多，市场才会越来越有活力。从业内角度来看，演员最终拼的仍然是作品。不少影视评论人士都曾提出过类似观点，一位演员的商业价值或许能够帮助作品获得更多关注，但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仍然是剧本、导演、团队以及演员整体的完成度。这一点我十分认同。发布会能够带来第一波热度，精美造型能够制造讨论，话题能够冲上热搜。可这些都只是开始，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还是播出之后的剧情质量、人物塑造以及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因此，我并不想过早去定义《春和之上》一定会成为爆款，也不会轻易断言《兰香如故》一定能够创造新的纪录。相比提前下结论，我更愿意保持期待，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靠发布会决定的，而是靠每一集、每一场戏慢慢赢得观众。网友们的留言也让人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新期待。发布会结束后，不少观众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人留言说，终于等到谭松韵挑战新的职业角色，希望这次又能带来惊喜。双引号。也有人表示，现代剧和古装剧来回切换，完全没有违和感，这就是演员的可塑性。双引号。还有观众感慨，以前觉得他永远像学生，现在才发现他已经可以撑起成熟角色了。双引号。当然，也有一些相对谨慎的声音。有人认为，真正的考验还是播出之后的口碑。也有人希望，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古装作品，都能够把故事讲好，而不仅仅停留在宣传阶段。在我看来，
这些不同的声音其实都是好事，因为大家讨论的不再只是流量，而是作品本身。对于任何一位演员来说，这或许都是一种更加健康的关注方式。写在最后，回看整场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只有一句话：谭松韵并没有突然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大家看待她的方式。过去，人们总喜欢用童颜甜妹来定义她，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用演员实力突破来评价她。这种变化不是一场发布会带来的，也不是一天2套造型完成的，而是她一年又一年拍戏，一部又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结果。未来春和之上能否赢得口碑？兰香如故又能否再次刷新大家对于古装角色的认知？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至少这一次，我愿意把期待值放得更高一点，因为我相信每一次认真对待角色的演员都值得拥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也希望未来的谭松韵不只是继续保持稳定，更能够不断挑战新的角色、新的类型，让观众一次又一次看见那个不断成长、不断超越自己的他。互动话题：那么看完今天的分享之后，大家怎么看呢？你更期待春和之上还是兰香如故？为什么？你觉得谭松韵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哪一部？哪一个角色最深入人心？现实主义职业剧和古装大女主，你认为哪一种更能体现她的演技？你认为演员是否应该主动突破舒适圈，还是继续深耕自己最擅长的类型？关于如今影视行业越来越常见的番位新规，你支持按照统一规则排序，还是认为应该根据角色和戏份决定？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分享、收藏，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也欢迎订阅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华语娱乐资讯、明星深度解析、影视幕后故事以及更多独家观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